大家好啊，时间过得真快啊，春节假期这么快就结束了。我陪家人看了几场电影，做了几顿饭，去太平山顶爬了一次山，体重又胖了一圈。欢乐时光总是短暂的，大家的节日过得好吗？假日期间最热门的话题当属 DeepSeek 了，持续引发了中美两国乃至全球在互联网上非常广泛且激烈的讨论。可能是过节的缘故吧，其实这一两周在美国硅谷的讨论还要更加激烈一些。先是 Meta 的副总裁、首席 AI 科学家杨立坤表示，硅谷现在存在一种错位的优越感，他肯定了 DeepSeek 的成功，认为 DS 正是 AI 开源价值的胜利与体现。同时呢 Anthropic CEO Dale Amodei 发表了一篇1万多字的长文，开始吐槽，提出了美国应该加强对华的芯片出口的管制力度，认为 DS 的发布代表着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已经在某些方面以较低的成本接近了美国前沿 AI 模型的性能水平。随即，同为闭源代表好伙伴的 OpenAI 也在2月4日紧急发布了基于 O3 的 Deep Research 模型，并宣布 O3 mini 正式上线，供 ChatGPT 用户免费使用。毫无疑问，不管是支持方还是反对方，如今 DeepSeek 在互联网上，在科技界，在 AI 技术生态上取得如此爆炸的舆论，非同凡响的虹吸效应，从根本上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 DS 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的非美国模型。第二， DeepSeek R1 是一个完全免费采用 MIT 协议的一个开源模型。是的，非美国加开源模型，缺少哪怕一项都不会有如此爆炸的一个刷屏效果。正因为如此，在我视频下面经常有朋友留言表达他们的担忧认为如此优秀的模型它为什么要开源呢？开源呢，是不是其他大模型厂商很快就会把技术学过去了呢？ DeepSeek 这不是在自废武功吗？甚至有不少朋友表达他们对深度求索未来商业模式上的担忧。那么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具体分析拆解一下 DeepSeek 为什么要选择开源呢？开源模型的优势在哪里呢？ DeepSeek 如此早的搞开源，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呢？首先，我这里先要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如今大语言模型的开源和过去传统软件的开源是类似的，开发者可以通过托管平台，比如 GitHub、马云等等，轻松获取和贡献代码。这里面通常包含了源代码、编译后的可执行文件以及相关的文档和测试用例，开发者可以自由的查看、修改和重新分发源代码，从而实现对软件的完全控制和定制化。就拿 Linux 举例，由于 Linux 系统开源了内核源代码，所以开发者可以完全自由的修改和优化内核，打造一个开放、协作、壮大的开发生态，形成不同版本、不同需求的 Linux 发行版。而事实上呢，大语言模型所谓的开源和传统的软件开源有着本质上的相同与区别。你说部分开源也好，或者也可以说是有限度的使用。通常来说，大语言模型的开源一般仅包含模型权重和推理代码部分的开源，但是训练代码和完整的工程细节一般是不予公开的。包括 Meta 的 Llama 系列、阿里的千问、百川、Falcon， 现在 Hugging Face Transformer 上几乎所有主流的开源模型都只提供了接口和推理部分代码，甚至早期的 Llama 2连预训练权重都未提供。是的， DeepSeek 其实也是参照了这一惯例，采用了 MIT 协议，开源了包括模型权重和推理部分，但是训练代码和完整的工程细节并未完全公开。 DeepSeek 的3篇重要论文包括 DeepSeek Math、DeepSeek V3 和最新发布的 DeepSeek R1， 我都认真看了。这里还是要感谢 B 站 UP 主多大张老师的精读分享，让我的理解也更加深入一些。简单来说，在 DeepSeek V3 的论文中， DS 确实透露了一些训练的细节，包括 RL 飞轮重大OSS 专案预训练处理方法，以及英伟达 H800 GPU 集群是如何结合高效的专家路由和复杂均衡策略等等。但是即便如此， DS 也并没有完全公开其完整的训练代码和全部的工程细节，更多是为了让研究者、开发者和生态伙伴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模型训练的过程和优化的方法。而 R1 呢，则只是开源了模型权重和推理代码部分，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模型的推理过程进行优化和改进，以提高模型的推理效率和准确性。R1 具体的训练和工程细节并没有透露太多。我们换一个角度我打个比喻，我们可以把大模型的训练看作是一个超大规模的一次美食烹饪，需要大量的数据、算力和时间来进行烘烤。闭源模型就像是厨师自己躲在后厨后面加工，而开源模型可能会告诉你这道菜具体的是炖的、是煮的还是爆炒的，但是并不会告诉你放了多少油加了多少盐来了多少味精以及每一个具体的步骤。事实上，大模型训练代码和工程细节比我描述的要复杂得多，里面藏着大量的神秘武器和秘密调料。所以简单的回答大家问题，是不是 DeepSeek 开源了，竞争对手就能很快学会呢？融会贯通呢？答案是不见得。应该说，其他大模型厂商如果想要完全复制 DeepSeek 技术，仍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这里面最大的成本不是学习成本，而是时间成本。我们要知道，如今 AI 的迭代速度是非常快速的，等你学会了 R1， 深度求索已经推出 R3 和 V5 了。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 DeepSeek 为什么要开源呢？这么好的模型，它完全可以学 OpenAI 闭源赚钱收费订阅我这里也和大家总结了3点主要的原因。首先，第一点，我们一定要理解什么是技术，什么是开源。随着人类科学技术与商业化这100年来的发展，其实实际上我们不要把开源赋予太多理想化的色彩。简单来说，所有的商业公司技术的本质其实是控制，控制的背后是生态，开源的目标一直是手段。而对于目前大模型之争的发展阶段而言，现阶段用户量往往比模型本身要来得更加重要。目前 AI 模型的用户量、装机量已经不仅体现在产品市占率的数字层面了，它已经成为了模型发展和生态构建非常关键的一项要素。特别是在算力、算法、数据、AI 大模型的三角关系上。目前数据方面，数据作为模型训练的口粮，其实现在全球各家主流的模型对于世界范围内互联网上公开的数据已经攫取基本上差不多了。而未来几年，如何获取一些非公开的关键数据，包括非英文、中文语系的本地数据，公共领域的高质量多模态数据，特别是用户一手的图片、视频和音频数据加入模型的训练，对于未来模型性能的表现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现在以欧洲、印度、中东为例，很多全球开发者已经开始基于 DeepSeek 开源模型，利用本地数据来进行训练和优化，这将是非常关键和成功的一步，毋庸置疑，这就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所以引出第二点，为什么要开源呢？开源背后本质上就是标准之争在当今科技领域，技术标准的制定权往往就意味着市场的话语权和行业的主导权。就拿我自己为例，在春节期间我在给家里全屋智能家居做改造。我之前一直用的是华为智能家居的生态包括智能门锁、PLC 3系的主机一些灯具、传感器等等。其实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在深入研究之后，米家、HomeKey 和华为智能家居3大主流的 IoT 生态中，我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米家生态，把华为的设备在小黄鱼上出掉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米家背后强大的 Lattice 社区，同时小米开源了米家组件，能够无缝地接入 HA， 部署在我自己本地的 NAS 上面，稳定性和隐私性得到了足够的一个保障。其实物联网生态如此， AI 大模型生态和 IoT 生态大体上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开源策略在吸引用户方面就是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能够本地部署，能够保障数据安全，性能相对可靠，成本相对更加低廉，能够根据自己的用途进行微调和场景优化，自然开发者和用户就会蜂拥而至。包括在多模态领域， DeepSeek 也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比如说现在很多车厂的自驾团队
苦于与特斯拉、华为、Mobileye 在一些数据、算力、硬件条件上有一些差距。说实话，很多车企都已经放弃了自家的开发自家系统了。DeepSeek 的出现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开源模型可以帮助车企快速的开发和部署自己的自家系统，降低了研发成本和开发时间。同时呢，开源模型的开放性和透明性也使得车厂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数据也不用去顾虑所谓的失去灵魂的问题了。包括智能座舱小公司的 AI agent， 在智能安防领域一些大型医院的医学案例的 AI 问诊的本地化部署等等等等。开源模型凭借其开放性和透明性，通过社区的集体智慧，这一过程自然会推动技术标准的形成，同时也为模型的迭代、创新和扩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DeepSeek 的生态落地自然就一蹴而就了。最后第3点 ，DS 为什么要开源呢？我这里还要强调一点，之所以 DeepSeek 能够在大语言模型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它是在一个残酷的环境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产物。就像我们地球上早期的生命体一样，能够在火山熔岩下生存、繁衍、蜕变一样，事实证明呢，在残酷的环境中依然能够孕育出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知道 DeepSeek 所用的 H800 GPU 集群是英伟达根据美国限制条例特供的，带宽相比 H100 减少了 50% 以上，这在数据传输速度上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正是这种挑战激发了 DeepSeek 团队的创新动力。 DS 团队采用了 MOE 模型和 MLA 等创新架构，大幅减少了计算量和推理显存的需求，降低了对高端 GPU 的依赖，同时通过 FP8 混合精度训练和 DOPIPE 算法优化，大幅降低了训练成本，效率达到了同类模型的大致11倍。简单来说，安逸的环境、量大管饱的温室，它不一定能够培育出优秀的产品，反而选择开源，接受挑战，鼓励竞争，直面来自于全世界的审视和偏见，在激烈的环境中，在看似不可能的熔岩中，用创新、用理想、用完全不同的思路，反而能够历练出真正的强者。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吗？最后来回答视频开头的一个问题， DS 选择这么早的开源是不是正确的选择呢？目前看来不一定现在全球所有的科技公司都在学习 DeepSeek， 我要强调是全球的所有的科技公司未来的模型之争一定会更加的激烈，包括国内的几家主要竞争对手，包括 Moonshot、Infinigras、百圈、千问都在加速的追赶中。应该说 MOE、Transformer 大语言模型都不一定是通往 AGI 的最终形态， AI 的生命体还在加速快速演进进化之中，生命的形态还在选择，还在优胜劣汰之中。未来开源和闭源一定会继续并行的推进，并没有谁要完全超越谁，最终的商业模式会如何，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比尔盖茨不行，马斯克也不行，唯有拿出真家伙都来加入熔炉，自然选择一下吧。 DS 的成功与破圈，除了科技上面的一些东西说实话我个人也有一些感触。就像我微博里面说的， DS 不是补贴出来的，不来自于大厂，不被地方政府保护，核心员工没有留学经历，不依赖西方市场，不服输，敢于开源，这就是青春，这就是力量来自于中国年轻人的力量。是的，事实证明，人们除了金钱，有时候更加需要理想。牛顿的苹果，瓦特对蒸汽机的改造，特斯拉的交流电，过去改变人类重大历史的主要发明创造，真正伟大的事物，从来不是由金钱和资本所堆砌的，而更多的是靠的是想象力，是理想，是对真相的探索，是对进步的渴望。所以打开思想的枷锁吧，去追求除了金钱以外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未来这场 AI 的变革中会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有什么不同的观点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那么朋友们，我们
下期视频再见。